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称，台湾通过美国将这批退役装备提供给乌克兰，成为其空军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此消息尚未获得官方明确证实，但其背景和可能性值得探讨。台湾的鹰式防空导弹系统自1960年代引进后，长期作为防空主力之一，至2023年6月全面退役，共计4个营、18个防空连。对于退役装备的处理，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曾在11月13日表示，其未来去向将由美国决定，并未正面回应是否会转交乌克兰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鹰式系统退役的同一时间，美国宣布了一项价值21亿美元的援助清单，其中包括鹰式防空系统和导弹。由于美军自1990年代起逐步淘汰鹰式系统，装备大多封存多年且状况堪忧，因而外界普遍推测，这批援助装备可能来自台湾退役库存。乌克兰此前已获得西班牙提供的鹰式防空系统并投入使用，操作与维护经验相对丰富。如果台湾的退役鹰式导弹系统确实被转交乌克兰，理论上可以迅速融入现有防空网络，提升其防空能力，特别是对抗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当前，美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未来政策仍未明朗。尽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可能的国务卿卢比奥均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未透露具体政策方向。这种不确定性也为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下的长期防御能力带来隐忧。2022年，美军技术人员曾赴台对鹰式防空导弹系统进行实地评估，结果显示这些装备状态良好，几乎无需改装或大规模维护即可投入使用。到了2023年，台湾退役的鹰式系统传闻通过美国移交给乌克兰，成为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重要补充。与此前西班牙援助的4套鹰式第3代系统相比，台湾的援助规模显然更大，传闻多达15套。每套配备至少6个3联装导弹发射器和完整雷达设备。鹰式防空导弹于1957年开始服役，至冷战期间广泛装备美军及其盟国的主力防空武器，总产量超过4万枚。这款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全长约5米，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4马赫，射程在40公里以上，使用3联装发射车。导弹的弹体中部设有梯形弹翼，尾部装有巨型空气舵以控制飞行方向。在1980年代，台湾对鹰式导弹系统进行了第3代升级，同时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采购退役导弹补充库存。升级后的系统性能显著提高，导弹射程扩展至45至50公里，射高提升至2万米，搭载的74公斤高爆战斗部增强了摧毁力。鹰式第3代系统配备了一系列先进雷达和探测设备，包括 NMPQ-50 监视雷达，用于中高空目标的侦测；NMPQ-62 低空目标侦测雷达，增强对低空威胁的探测能力；NMPQ-61 目标照射雷达，能够同时锁定12个目标，并指挥3部发射车，共发射9枚导弹；电视红外探测系统，扩展全天候作战能力，目标侦测距离高达100公里。这些装备使系统具备较强的多目标打击能力，尤其是在拦截亚音速巡航导弹、无人机、直升机及战斗机等目标时表现可靠。尽管鹰式防空系统已不算先进，但其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并具备良好的机动部署能力，特别是对抗亚音速巡航导弹和低速飞行器时，鹰式仍能提供有效防御。乌克兰此前已经熟悉使用西班牙提供的鹰式系统，而台湾提供的装备数量更多，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为其防空网络提供重要支持。台湾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未高调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但通过实际行动间接成为乌克兰的重要援助方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台美军事合作的紧密性，也彰显了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乌克兰战争中，冷战时期的武器与21世纪的先进装备共同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例如，北约援助乌克兰的许多武器属于冷战遗产，德国提供的黄鼠狼步兵战车、豹1和豹2A4 主战坦克、猎豹自行高射炮，法国支援的 AMX-10 RC 轮式装甲车、响尾蛇防空导弹、VAB 装甲运兵车，以及美国提供的 M113 装甲运兵车和英国的 L118 牵引榴弹炮等。台湾方面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并希望乌克兰能成功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这不仅是对俄罗斯及其盟友的有力打击，更能为自由世界注入信心和希望。2023年初，
时任驻美代表肖美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乌克兰抵抗侵略的胜利对台湾至关重要。他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应大力援助乌克兰，以确保其胜利。台湾的立场反映了自由世界的共识，击败俄罗斯侵略不仅是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必要举措，也是防止其他地区爆发战争的重要手段。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外界对川普未来的乌克兰政策存有疑虑。尽管川普尚未明确说明他的停战计划和对乌政策，但他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均为对俄、中、伊朗和朝鲜采取强硬立场的人士。这些官员虽曾表态反对无偿援助乌克兰，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切断援助。从川普对阿富汗撤军事件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胜利的追求可能会影响其政策选择。他很可能不希望看到欧洲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失败，因此可能会通过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费用或以贷款形式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等方式继续维持对乌援助。无论冷战遗留下的装备如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对全球自由秩序都具有深远影响。而在美台等国家的眼中，确保乌克兰的胜利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的结束，更是一次维护国际法则和自由价值的战斗。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众议员迈克尔·沃尔兹最近提出，应重新评估美国在乌克兰的目标。然而，他始终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沃尔兹多次呼吁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帮助其击败俄罗斯。他近期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接受由川普调停的停战方案，美国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并解除对乌克兰的限制，允许其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沃尔兹直言，俄罗斯与伊朗的目标并非与美国竞争，而是取代美国的全球地位。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参议员卢比奥因家族背景，他主张迅速结束俄乌战争，并明确指出，21世纪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他强调，尽管希望看到俄乌冲突尽快结束，但这需要各方做出艰难的决策。目前，拜登政府尚有超过90亿美元的援乌资金未动用，其中包括总统提款授权 （PDA） 的71亿美元和美国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USAI） 的22亿美元。PDA 授权允许从美国国防部现有库存中直接调拨装备，可实现快速交付；而 USAI 则通过向军工企业订购武器进行援助，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交付。一些观察人士建议，拜登政府应在权力交接前尽快用完这些资金，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然而，拜登政府的资金使用速度并不算快。截至2023年9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曾表示，有58亿美元援助资金将在9月底到期，并请求国会延长使用期限至2025财年。然而，国会未能批准这一请求，因此，为配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底访美，拜登政府作为见面礼一次性提供了80亿美元军事援助。按这一效率推测，拜登政府完全可能在剩余任期内迅速动用剩余的援助资金，为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月30日表示，美国今年承诺的援助中，目前实际到位的仅占10%。他强调，武器供应缓慢并非因为资金问题，而是由于官僚程序、后勤理念等原因所致。这并非乌克兰第一次对盟国武器援助的交付速度表示不满。早在今年8月，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钦科也曾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武器援助存在明显的交付延误问题。面对援助滞后的局面，以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的现实，乌克兰政府正在积极争取川普的支持。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政府已为川普即将上任制定了胜利计划，其中包含2个针对川普的重点建议，旨在吸引这位以交易著称的总统的兴趣。第一，战后用乌克兰军队部分替代驻欧美军，以此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负担。这一提议的逻辑在于，乌克兰军队在面对俄罗斯的长期战争中展现了顽强的战斗力，即使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也从未退缩。如果全面装备西方先进武器，其战斗力将更为可观。第二，与西方盟友共享乌克兰的战略自然资源。乌克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总价值高达14.8万亿美元，其中顿巴斯地区蕴藏的资源价值约为7万亿美元。这也解释了为何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就将顿巴斯地区作为首要目标。
而乌克兰则绝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战略要地。据悉，川普对胜利计划中这2点建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乌克兰军队的军事潜力，还是丰富的矿产资源，都可能成为未来美乌关系的重要筹码。面对川普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欧洲盟友迅速展开行动。除了讨论增加军费以应对可能的援助削减外，欧盟也在调整支出政策，计划为国防和安全开支追加数百亿欧元，以缓解俄乌战争和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对欧洲的压力。金融时报指出，若川普就任，美国在北约中的义务或将减少，这对欧洲国家构成新的挑战。德国作为欧洲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目前因政府内部支持率不足以及提前大选的可能性，短期内难有重大动作。然而，英国和法国的表现尤为积极。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0月11日举行会谈，并联合声明承诺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直至彻底挫败俄罗斯的入侵企图。斯塔默计划在巴西 G20 峰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他将敦促拜登在卸任前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由7国集团承诺的500亿美元贷款中美国负责的部分组成，并以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收益提供担保。此外，斯塔默希望拜登取消对乌克兰使用风暴低影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尽管风暴低影导弹由英国提供，但实际使用中仍依赖某些美国系统的支持。在川普可能上任前后，俄罗斯试图加大攻势，以争取更多战果，为未来的停战谈判积累筹码。据报道，俄罗斯在获得朝鲜支持后，集结超过5万人，加强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同时在乌克兰东部战场加紧作战。显然，普京希望在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乌克兰方面尽管兵力处于劣势，但一直致力于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最近，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生产100枚雷霆2型弹道导弹，射程500公里，载弹量达500公斤。这种导弹已经研发多年，如今接近实际部署。此外，乌克兰计划到2025年中期拥有本土制造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乌克兰国防工业高管彼得罗夫强调，乌克兰的国产武器将对俄罗斯形成威慑。俄乌战争已持续2年多，乌克兰虽然长期处于弱势，但顽强抵抗下使俄罗斯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俄罗斯依靠中朝一的支持才勉强维持战争局势。川普若上台，将如何结束这场冲突备受关注。他是否会延续援乌政策，亦或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目前尚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的未来走向将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大家好，欢迎收看环宇冰封情报时，进来的朋友请留步。花费您1点时间观看完这期视频，您的点赞、留言、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感谢大家。此前，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战事持续升温，局势依旧紧张。俄罗斯方面报告称，乌克兰军队从红军城方向调派了4至5个预备旅，每个旅大约配备2000名士兵以及数百辆军用车辆。这些乌克兰预备部队的集结，意在增强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防御力量，阻止俄军的进一步渗透和攻势。部分乌克兰部队已经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关键补给线附近，与俄军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该补给线距离波克罗夫斯克核心战区不到6英里，是维系前线战斗持续进行的生命线。乌军不仅成功遏制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还通过顽强的抵抗迫使部分俄军后撤。这一战果对乌克兰的防守阵地意义重大，显示出乌克兰军队在局部战场上依然具备强大的反攻和阻击能力。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战况依然错综复杂，俄军并未完全撤退，而是不断尝试重新集结兵力进行反扑。当前俄军的主要战术之一是试图从波克罗夫斯克的南侧发动新一轮进攻，寻找机会突破乌军的防线，并可能企图在某些区域形成包围圈。俄军的目标不仅仅是推进战线，更是试图通过打破乌军的防御，切断其补给线和后勤支援，从而迫使乌克兰部队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目前，俄军正在从突出部南侧发动进攻，试图包围乌克兰部队。尽管当前形势不允许俄军深入推进，但他们并未停止攻势，已经占领了克罗迪夫卡镇的东部大部分区域。乌克兰军队可能会被迫撤退到朱拉夫卡河后，利用这条河流作为天然防御线。同时，
乌克兰的巴什科特连成功缴获了一辆价值110万美元的俄罗斯 BMP-3步兵战车，并俘获了车内的3名士兵。专家分析指出，乌克兰军队的顽强防守是近期俄军攻势受挫的主要原因。数千名乌克兰精英部队的加入，使俄军难以取得突破。不过，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因素对俄军构成了挑战。首先，库尔斯克方向的战况尚不明朗，俄军可能无法从波克罗夫斯克调兵支援该方向，这限制了他们的整体攻势。其次，乌克兰军方仍有多支后备部队尚未参战，对俄军形成了潜在威胁。俄军无法预知这些部队的动向，导致他们难以全力进攻。第三，俄军的前线阵地过于狭窄，仅宽25公里，极易被乌军截断。再加上俄军阵地几乎完全暴露在乌克兰火炮的打击范围内，他们扩展战线的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使得整体战局更加脆弱。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意味着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行动前景依然不确定。随着时间推移，乌克兰军队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俄罗斯的处境则在恶化，局势随时可能发生逆转。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别指出，当前的2大关键战斗区域为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的报告，泽连斯基强调，乌军必须在这些区域对俄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乌克兰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击退俄军，收复失地，这对于削弱俄罗斯的战斗力至关重要。乌克兰需抓住这一机会，尽可能削弱俄军的整体实力。在乌克兰防空作战中，近日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乌克兰军队成功利用台湾提供的老旧鹰式防空导弹，拦截并击落了俄罗斯军队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保卫了乌克兰的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这一型号的导弹最早于1959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虽然已有60年的历史，但在乌克兰战场上依然发挥了出色的防空效能。面对俄罗斯军队的持续空中威胁，乌军通过合理的战术部署和对这套美制导弹系统的精心维护，使其重新焕发了战斗力。冷战时期的鹰式导弹曾被认为是过时的防空武器，但在现代战争中，它的实际表现却让人刮目相看。鹰式系统本来是为应对上世纪的战略空中威胁而设计，主要用于防御高空飞行的战机和导弹。随着时代的变迁，该系统在许多国家逐渐被更先进的防空系统所取代。然而，乌克兰军队充分利用了这套装备的残余潜力，结合现有的战术需求，将其运用在低空无人机和导弹的拦截作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效果。这一成功不仅表明了乌克兰军队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灵活应对敌方威胁的能力，也再次证明了就是武器系统在现代化改造后仍然具有战斗价值。特别是在面对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的频繁攻击时，鹰式防空导弹系统成为乌克兰重要的防空屏障，展示了其依旧强大的实战能力。从2023年秋季开始，西班牙成为首个向乌克兰交付6套鹰式导弹发射器的国家，并培训了64名乌克兰防空人员。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北约国家相继提供支持，进一步提升了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目前，乌克兰空军正在使用升级版的鹰式系统及第3代改进型，专门用来对付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和伊朗制造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乌克兰防空部队的报告显示，自该系统部署以来，已经成功拦截了14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和40架见证者无人机，彰显了它在实战中的出色性能。国防专家塔拉斯·楚穆特表示，尽管鹰式导弹系统已经服役多年，其实际表现仍然令人刮目相看。与 S-125UN 系统类似，鹰式导弹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西方分析表明，鹰式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大约为85%，但乌克兰军方认为，由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使用后，其表现可能会更加优异。据战区专栏报道，美国目前正在考虑未来向乌克兰提供 VGM-158I 隐身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是美国最先进的远程打击武器之一，具备极高的隐蔽性和精确制导能力，能够穿透敌方的防空系统，精准打击目标。VGM-158I 导弹的引入预计将极大提升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前线针对俄军集结点及军事设施的打击中，可能对俄方形成战略威胁。目前，乌克兰的空中打击力量
主要依赖英国和法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与之相比，美国的 VGM-158A 导弹在隐身性能和生存能力方面更具优势。此外，美国拥有超过2万枚 VGM-158A 的库存和生产能力，这为长期支持乌克兰提供了保障。对俄罗斯来说， VGM-158A 的部署将进一步增加其防空系统的负担，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和东欧地区，俄军的指挥中心、补给站等关键设施都将暴露在 VGM-158A 的打击范围之内，而其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更是令俄军面临持续威胁。9月9日，德国国家情报机构发出警告称，一个隶属于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GRU 的网络黑客团伙针对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发起了网络攻击。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已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美国网络安全局 CISA、国家安全局 NSA 及其他国际伙伴一道，对这个名为 UNC2589的黑客团伙提出了警告。该团伙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行为，通常通过网站攻击和数据泄露来实施破坏。这一警告发布在欧洲对俄罗斯网络攻击保持高度警惕的背景下。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网络间谍活动显著增加。今年早些时候，柏林曾指控俄罗斯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涉及物流、国防、航空航天和信息技术等行业的企业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UNC2589与 GRU 的关联已经得到确认，而 GRU 因涉嫌参与2018年英国的神经毒剂袭击事件而闻名。在那次事件中，前俄罗斯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索尔兹伯里中毒险些丧命，尽管俄罗斯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此次网络攻击的警告再次加剧了欧洲对俄罗斯网络间谍活动的担忧。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9月8日报道称，白俄罗斯安全会议国务秘书沃尔夫维奇表示，乌克兰在白乌边界附近部署了约4万名军事人员，同时波兰在白波边界部署了8000人。据报道，沃尔夫维奇提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继续加剧边境的紧张局势。波兰以加强安全为由，启动了安全波德拉谢行动计划，部署了多达7万人的军队，其中8000人直接驻守在边境。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马切伊·克利什宣布，从2024年8月1日起，波兰武装部队将启动2项旨在加强该国东部边境安全的行动，代号分别为安全波德拉线和东方激光。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怀宇哥，咱们下期再见。